自上个月7号爆发以来，哈以冲突呢持续升级，整个中东都面临着战争外溢的风险当中。在这个关头呢，黎巴嫩地方武装领导人纳斯鲁拉发表了自冲突以来的首次讲话，警告以色列，如果继续进攻加沙，那么黎巴嫩前线的战斗就有可能升级了。那么这两方真的会打起来吗？该武装势力究竟有什么实力，敢向以色列开战？咱们接着往下看。这次呢，纳斯鲁拉公开喊话呢，颇具最后通牒的意味。在他喊话此前呢，黎巴嫩武装就利用了无人机、制导导弹、炮弹等武器，对黎以临时边界的以色列军事目标发动过袭击，进攻立场相当明显。到了最近几天，黎巴嫩武装势力呢对以色列的威胁更是在不断升级。11月13号，该组织加大了对以色列的袭击力度，发射反坦克导弹和迫击炮，有7名以色列士兵在马纳拉附近被迫击炮炮弹击伤。到了16号，又有希腊媒体报道，以色列北部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黎巴嫩武装发起了自巴以冲突以来最大规模的跨境攻势，对舒米拉基地、杜维维军营和巴亚德普利达地区附近的以军发动了多达18次袭击。此外，黎巴嫩武装表示，还对戈兰高地的以色列炮兵阵地发动了袭击。戈兰高地呢，从1967年以来一直处于以色列控制之下，是以色列重要的水源之一。希腊媒体称，昨天袭击的强度可以被视为黎巴嫩武装加紧战争准备在条件成熟时爆发全面军事冲突。而遭到攻击的以色列军队也迅速动用火炮对黎巴嫩南部阵地进行大规模轰炸。根据以色列北部战线前线指挥官的评估，与黎巴嫩武装的全面战争不可避免。虽然以色列军队目前对黎巴嫩武装还算保持温和，但前线士兵的耐心已经到了极限。自从哈以冲突爆发后呢，黎巴嫩武装宣布支持哈马斯，其武装部队开始攻击从纳库拉拉斯到沙巴阿农场约110公里的边境以色列阵地。特别是以色列宣布对加沙地带进行大规模地面行动后，黎巴嫩武装的袭击更加频繁。部署在叙利亚的数千名团级老兵被调回了黎巴嫩基地，这从侧面证明了黎巴嫩武装正在为全面战争做准备。他们知道，随着袭击的加剧，以色列的反击将会越来越猛烈。黎巴嫩退役将军战略研究员法尔哈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以色列目前无法在南部与加沙、北部与黎巴嫩接壤的边境地区进行两线作战。但同时呢，他也指出了以色列高层绘制的红线，只要黎巴嫩武装越过这条线，以色列就会不惜一切代价对黎巴嫩武装发起攻击。这个所谓的红线呢，指的是对以色列重要的战略目标的攻击，例如空军基地、主要城市、石油和天然气设施的袭击。一旦黎巴嫩武装瞄准这些地方，就可能引发全面战争。但就目前的事态来看，如果黎巴嫩武装不越过红线，以色列应该并不急于打开北部战线进行双线作战，优先打击哈马斯才是重中之重。在近一段时间呢，以色列军队已经占领了加沙城内的哈马斯议会大楼，在加沙北部取得重大进展。除此之外，还是有不少哈马斯正在向南逃走。以色列的地面行动似乎并不会很快结束。根据以色列国防部长约夫加兰特介绍，以色列的地面行动不仅包括了加沙地带北部，还包括南部地区，那里是他们的战场。目前呢，以色列国防军从地面控制着整个加沙地带北部，以色列大部分兵力集中在加沙城进行清理行动，随后将转移到加沙地带南部开展行动。这意味着以军将继续以黎巴嫩边境为重点防御，在黎巴嫩武装不越过红线的前提下，暂时不会将主力移至黎巴嫩边境前线。但对方呢，似乎并没有就此罢手的打算。虽然美国一再试图缓和紧张局势，呼吁克制并调动军事资产，向黎巴嫩武装和伊朗发出威慑信号，不要走上进一步升级和战争的道路，但黎巴嫩武装的无人机系统还是经常进入以色列领空。为此，以色列首次决定撤离与黎巴嫩边境沿线的所有平民。而且黎巴嫩武装的接二连三的袭击也让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十分生气。他承诺将继续攻击黎巴嫩武装，并暗示以色列国防军可能正在准备在以色列北部边境采取更全面的应对措施。内塔尼亚胡认为，黎巴嫩武装这是在玩火，
火将会以更强烈的火来回应。他们不应该考验我们，因为我们只展示了一点点实力。而且对于以色列军方而言，对黎巴嫩和叙利亚的地面进攻仍在考虑之中。在本月13号，以色列军方就传出消息，已经批准北部战线的防御和进攻计划，并命令部队做好战斗准备。看这架势啊，以色列似乎有地面进攻黎巴嫩和叙利亚的准备了。毕竟以目前以军的实力，足以在这2个国家进行地面行动。然而实际行动是否会发生，将受到局势的进展和对方态度的影响，尤其是对黎巴嫩武装的态度。如果其继续对以色列发起进攻，那么以色列可能会在北部地区采取更为激烈的行动，甚至直接进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那么现如今的黎巴嫩武装实力究竟如何，能否扛住以色列的进攻呢？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2022年将黎巴嫩武装描述为中东最强大的非国家军事体。该组织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曾夸口说，黎巴嫩武装拥有多达10万名战士。西方情报机构认为这一数字可能会有所夸大，但一定会远远超过人数在1到2万的哈马斯。作为伊朗的铁杆盟友，黎巴嫩武装是由伊朗支持的，成员遍布伊拉克、叙利亚、也门和巴勒斯坦领土。2006年，黎巴嫩武装就和以色列打过一场，但是苦于没有先进的武器装备，被以军摧毁了不少基地。自那时以来，黎巴嫩武装就开始扩展其武器库的规模和质量。据报道，2006年该组织拥有约15000枚火箭，而近年的估算表明这一数字几乎增加了10倍。在人员规模上，黎巴嫩武装与中东其他类似组织不同，该组织拥有多达10万人的战斗部队。只是由于西方的封锁，黎巴嫩武装不可能直接从制造商那里下单武器装备，只能在盟友的暗中帮助下获得物资补给。考虑到其潜在的敌军特点，黎巴嫩武装非常重视发展导弹系统。黎巴嫩武装拥有不同年代、不同型号、不同产地的反坦克导弹系统，既有苏联的短号型反坦克导弹系统，也有美国的陶式反坦克导弹和伊朗的突反反坦克导弹。除此之外呢，黎巴嫩武装还拥有以便携式防空系统为基础的前线防空系统，包括苏联制造的舰和次式便携防空导弹，以及美国的毒刺防空导弹。当然上面这些只能算是小打小闹，大量先进的火箭炮才是黎巴嫩武装军事实力的坚实基础。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2021年发布的导弹威胁项目报告显示，黎巴嫩武装拥有规模惊人的火箭库。分析人士虽然难以确定黎巴嫩武装如今有多少枚火箭弹，但估计其数量可能高达13万枚甚至更多。而其质量呢，不同于哈马斯手工打造的卡桑系列简易火箭弹，黎巴嫩武装的这些火箭弹基本都是军用制式型号，无论射程还是命中精度都要高得多。报道称，黎巴嫩武装的数量最多的火箭弹包括俄制的122毫米卡秋莎和冰雹火箭弹。这些火箭弹的发射非常简便，可以利用三脚架发射，或者安装在卡车或者皮卡车后部，战时可以快速撤退，使他们难以遭到报复性攻击。尽管存在射程有限、精度不足等缺点，但也同时具备飞行时间短、弹道低的优势，传统方式很难拦截。以色列铁穹防空系统虽然在拦截火箭弹方面有着很好的效率，但若是黎巴嫩武装对以发动大规模火力覆盖，恐怕铁穹也难以应对。黎巴嫩武装呢，还有口径更大的多种火箭弹，包括240毫米的法加3火箭弹和302毫米的卡哈巴1火箭弹。它们是黎巴嫩武装火箭武器库中威胁最大的型号之一，不但射程远、精度高，而且可以携带更大的弹头，爆炸威力更是惊人。此外呢，黎巴嫩武装还有仿制苏联的蛙7近程战术火箭的 Zeza 系列火箭弹，它们依靠自旋稳定，具有更大的射程和更重的有效载荷，可以击中以色列南部更深处的目标。而除了火箭弹之外呢，黎巴嫩武装还有许多导弹。动力网站称伊朗在研制射程1000公里内的近程弹道导弹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并且提供了多个型号给黎巴嫩武装，使后者的远程打击能力得到显著提升。例如，伊朗的 FAS-110 公路机动近程弹道导弹能携带重约450公斤的高爆弹头，并且获得了 GPS 辅助制导，可以精确打击250到300公里范围内的目标。
此外呢，动力网站还提到，黎巴嫩武装可能从叙利亚获得了苏制的飞毛腿导弹，它的射程可以达550公里，弹头重达985公斤，从黎巴嫩武装控制的地区发射，能击中以色列深处的目标。除了对地打击的陆战武器，多家外电报道认为，黎巴嫩武装已经拥有了多种可以高速飞行、精准打击的反舰导弹。例如，在2006年，黎巴嫩武装在黎巴嫩海岸就利用伊朗制造的努尔反舰导弹，成功命中了一艘以色列海军护卫舰，首次展示了其海上封锁能力。以色列报告显示，黎巴嫩武装此后还通过叙利亚获得了至少12枚俄制的 P800 红宝石导弹。这种先进反舰导弹最大飞行速度超过 2.5 马赫，能命中300公里外的目标。另外，现代战场上的新兴无人机，黎巴嫩武装呢也多有涉猎。2012年，以色列空军的 F-16战机还在高度敏感的以色列迪莫纳核设施附近击落了一架由黎巴嫩武装控制的伊朗制造的无人侦察机。这些案例就充分证明了黎巴嫩武装无人机对以色列目标的渗透能力。而黎巴嫩武装之所以有着如此多的无人机，同样离不开伊朗的支持。动力网站称，伊朗在开发和部署各类型的无人机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包括根据早先俘获的美制 RQ-170 侦察无人机而设计的隐形无人机，以及各种自杀式无人机。这类无人机很难被发现和击落，并且能发起高精度的攻击。它们的飞行距离也比火箭炮更远，甚至超过了近程弹道导弹，这也使得无人机的威胁急剧上升。而以上的这些武器装备也是黎巴嫩武装敢向以色列定期袭击的最大底气。但是说了这么多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黎巴嫩武装表面上的火力虽然看起来很猛，但若是和以色列相比，就显得不那么亮眼了。就单单对比军事装备来看，以色列和黎巴嫩武装的战争毫无疑问会是一场不对等战争。高技术阵营对抗杂牌武器，光是那一票先进战机就让黎巴嫩武装无法应对。而且就现在的哈以冲突进度来看，以色列军队已经把北部的哈马斯清理得差不多了。加沙南部呢虽然还有，但数量已经不多。在这场行动中呢，以色列实际动用也不到10万军队，其余的大部分部队还是处于待命状态，防备着黎巴嫩方向的进攻。这也意味着以色列现在其实已经具备双线作战的能力。无论是对其进行轰炸，还是直接地面进攻，包括在戈兰高地推进拓展，其军力都是足够的。而相比于以色列，黎巴嫩武装的战时潜力并不大，毕竟那些远程高精度的导弹系统大都是来自于伊朗。黎巴嫩武装真正能够自己生产的反而并不多，这也意味着，如果以色列真的下决心率先对其发动进攻，黎巴嫩武装能够依靠的也就只能是游击战和地道战了。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对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击下方订阅按钮。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